你敢想象吗？伞兵跳伞后还没落地就被自己的伞绳活活勒死在空中，有的落地直接被摔成了一滩肉泥。而这却真实发生在二战期间日本最强的伞兵部队。二战时，作为日本的老大哥，德国的伞兵部队可是伞兵部队的天花板，在战场上那更是所向披靡，宛如天降神兵。日本更是传承了他老大哥的衣钵。但是为什么日本伞兵部队却成为了当时最差劲的伞兵部队呢？又是为何在后面更是直接被取消了编制，更是被日本国人称作是军队的耻辱？日本伞兵到底都做了什么，得到如此的殊荣？本期视频给大家讲述最差劲的伞兵部队——日本伞兵部队。其实早在德国派遣教官前往日本之前，日本军队就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空降部队。日本空降部队一经成立，就立马受到了政府高层的重视。可是部队是成立了，训练却成为了一大难题。当时的日本对于空降兵的训练方式可是一窍不通，更别提训练的器材了。于是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日本的空降兵排着队，一个一个的从高台和娱乐设施上往下跳，他们想以此来模拟跳伞的环境。日本想通过闭门造车的方式来模拟纳粹老大哥的空降兵。你知道这么扯的训练方式是日本高层从哪里来的吗？想破脑袋你都想不出来，这竟然是日军在美国和苏联报纸上看到的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竟是美苏用来宣传本国士兵精神的照片，根本不是正儿八经的空降兵训练方式。得知缘由的日本高层气愤不已，于是他们一边派遣大量的干部前往德国学习，一边恳请德国帮助自己训练空降兵。经过日本再三的软磨硬泡下，终于在1941年1月，德国决定派遣大量教官前往日本，支援他们的空降兵建设。等德国教官来到日本后，才知道这是多么差劲的伞兵部队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等德国教官来到日本后，教这批学员一些基础训练之后，就带着他们去实战练习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些临时抽调过来的空降兵不仅恐高，竟然还晕机。面对教官的命令，没有一个人敢往下跳。无奈之下，德国教官只能给他们先上心理辅导。可即使是这样，他们依旧无法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，不愿意往下跳，这让德国教官对他们大失所望。最后飞机上的日军军官也看不下去了，只能一个个把他们踹下去。士兵在降落的过程中，有的士兵因紧张过度，竟忘记了打开降落伞，直接摔到地面，成为了一滩烂泥。有的因为操作失误，导致一些空降兵被降落伞绳勒死在空中。无可奈何的德国教官只能改变策略，首先是要求日本军官把不敢跳的伞兵换掉，然后再通过项目考核来挑选合适的空降兵。那么在接下来的训练中，日本空降兵又闹出了哪些笑话呢？经过一段时间教导后的日本兵终于可以进行实战演练了。可是在实战演习的过程中，他们又创造了空降兵的奇迹。在一次夜里跳伞过程中，满载伞兵的2架运输机在刚起飞不久，竟在天空撞上了。这些还没来得及上战场的伞兵就地实现了效忠天皇的愿望。而另一次是在空降的训练中，因为领航的飞机误航，竟然飞到了海上。这些憨憨没有看清下方的情况就直接跳伞，后果可想而知，全部坠入大海。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后面飞机的空降兵竟也傻乎乎的跟着跳下去了。最可笑的是，还有一部分空降兵因为紧张，降落伞忘记打开，掉入海里溺水而亡。就是这么一次简单的跳伞演习训练，最后导致多名日军空降兵葬身大海。而这些只不过是日军实战训练的缩影罢了。
在1941年2月，日本空降兵决定向数千名和奥联军防守的地汶岛发起进攻，进行空降作战。而这次日军改变了以往的战斗方式，将空降地点设在战场中央，武器装备也让士兵随身携带。这一次他们的前期战斗很是顺利，日本空降兵多次攻破了敌军的多个阵地。行动的顺利性使得这次日本指挥官大意，在没有侦察到敌方机场的情况下，就横冲直撞地进了机场。日本空降兵刚进来就陷入了和奥联军的圈套，机场内子弹横飞，炮火连天，日本空降兵被打得丢盔弃甲，伤亡惨重。后来在1942年，日军得到消息，苏门答腊岛有2座炼油厂，当时的日本急需大量石油，于是为了抢占岛上的资源，就把9米伞兵旅团分为2队，一队攻占机场，一队攻占2座炼油厂，分别由70架运输机和3个战斗机团前往。运输机自然是担任输送任务，而3个战斗机团则是担任护送任务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岛上的守军的经验非常之老道，他们放过了护航的3个战斗机团，直打日军的运输机。面对岛上守军的火力，日军不得不在机场3公里外的沼泽里空降。折腾了几个小时后，日军凑足了100余人，准备向机场发起强攻。听到枪声的其余日军赶忙向机场推进。可笑的是，刚准备抢攻的日军把他们当成了守军的支援队伍，双方打的是昏天地暗，难解难分。可当他们发现是自己人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，双方都已经有了不少的伤亡。直到第2天守军撤退，日本空降兵这才占领了这片领土。看着攻占目标的日本空降兵是胜利的，可惜日本司令部对他们的作战情况却是相当的失望，对他们的评价是无法恭维，从此成为2战的经典。这次吃大亏的日本伞兵部队思前想后，决定知耻而后勇，在下次战斗中拿出更好的表现，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。他们在缅甸腊戌地区的表现堪称世界空降兵的奇迹。在1942年的3月份，我国远征军入缅作战。4月28日，日军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，他们准备把精锐部队投放在腊戌地区，并快速心急如焚的小田英良命令部队马上起飞。当机群到达腊戌地区准备空降的时候，飞行员却傻眼了。这天腊戌地区大雾，在作战目标上空往下看，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，根本没办法找到地面空降的地点。无奈之下，运输机只得在空中兜圈。无奈老天并不如意，大雾始终不散，于是小田英良宣布返航的命令。但令人可笑的是，本该是一个简单的返航任务，却搞了一个大大的乌龙。在返航途中，2架运输机在空中相撞，机舱内的士兵无奈只能选择跳机。让人意外的是，竟跳到了野人山。跳到野人山中的结局可想而知，没有一个人走出来。当飞机准备降落在机场时，又一架运输机出现了故障，2架飞机又是迎头相撞，机舱里的伞兵跟场务人员无一幸免。在傍晚的时候，没有一点收获的伞兵准备去食堂就餐时，一架返航回来的运输机出了故障，刚好冲进了食堂。接二连三的事故让日本空降兵名声扫地，世界各国把日本的空降兵是被日本国民视为军队的耻辱，至今不愿被提及。从此日本空降兵就多了一个称号，那就是2战最差空降兵。那最后这支部队又是以什么样的结局而告终呢？这支空降兵部队最后被改成步兵部队，前往塞班岛作战，结局也可想而知，自然是全军覆灭了。从此日军空降兵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